据环球时报的报道，中国海军第4艘新型052D 型驱逐舰开封号正式服役。目前，中国造船业发展迅速，仅今年上半年就有多艘大型军舰投入使用，下半年还会有更多的军舰投入使用。可见，中国海军下饺子的劲头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减少。开封舰隶属于北海舰道，舷号124。开封舰是052D 改进型驱逐舰的第4艘，前3艘分别是苏州号、淮南号、南宁号。也难怪国际观察人士评论道，052D 很漂亮，好羡慕中国海军建造新舰的神速。中国正在武装自己的牙齿，实力越来越强，将不再是好惹的，美军都会畏惧3分。中国没有公布052D 改进型驱逐舰的具体技术细节，但肉眼可见的改进之处依然有不少。首先是加长的舰尾和加大的机库，其目的显然是容纳最新的直20海军型反潜直升机。或许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个小改进，但其实从反潜战角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以往外界评价反潜是中国海军最为薄弱的一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缺乏性能媲美欧美机型的反潜直升机。中国海军主力的直9直升机航程不足，载重也有限，仅能携带吊放式声呐，而无法携带大量的投放式声呐浮标，这限制了其搜索目标的能力，甚至单机携带吊放式声呐时无法携带鱼雷。所以鱼雷和声呐分别由2架直升机携带，直20的服役将会彻底解决中国海军的此类问题，但也只有052D 加长版和055两型战舰可以携带。另外一个可见的改进之处是换装了新型的米波反隐身雷达，其雷达天线更为粗壮。近年来，中国在反隐身雷达方面获得了诸多研究成果，自然会运用到军舰上。中国海军的052D 驱逐舰暂时会负责海上的反隐身探测任务，以对抗中国周边越来越多的隐身战机。根据北海舰队的一则声明，开封号驱逐舰首次在一个未公开的水域进行了战斗演习，包括主炮实弹射击、近防武器系统实弹射击、舰载直升机起降、海上轻武器射击等训练。可见 052D 是一款非常成熟的战舰，其形成战斗力的时间非常短。未来中国海军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时增建 052D 驱逐舰，从而快速补充自己的舰队。今年上半年，解放军海军还服役了2艘055大型驱逐舰，分别是拉萨号和大连号。此外，还有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号和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长征18号。有不少人认为，随着055的批量服役，已经不需要再继续建造052D。而从目前的消息来看，052D 改进型的建造暂时还不会停止，因为这毕竟是中国海军目前最为成熟的舰艇。有人把055和052D 的组合比作前苏联的基洛夫级巡洋舰和光荣级巡洋舰，但其实两者倒更像是美国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伯克级驱逐舰的组合。只是美国由于资金不足，已经决定退役提康德罗加级，055可能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现代化巡洋舰，这也是中美海军实力此消彼长的最好印证。中国在航母制造领域发展真的是非常迅速。最近，中国航母不断有喜讯传来。据各方新闻报道，中国第3艘航母舰岛已经完成安装，距离服役又近了一步。对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以盼，对它的动力系统以及舰载机等，它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好奇。据新华网7月7号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空警2000预警机总设计师陆军称，中国的预警机家族已经趋于完整，并且空警500上采用了数字阵技术，领先美国2代。在2010年，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就曾强调，中国的空警2000比美国预警机领先一代。现在，中国的空警500比空警2000还要领先一代。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我们的预警机已经领先美国2代了，而比空警500还要先进的空警600也处在研发阶段了。空警600是为了上舰使用的一款舰载预警机，说白了就是为航母准备的专用预警机。按照陆军院士的说法，空警600的能力远超美国预警机，将来还会登上003号航母，这又是一大喜讯。据香港南华早报此前报道，空警600早已在2020年8月份完成首飞，并进行过多次试飞测试。目前这款预警机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研发阶段，很有可能在未来和003航母共同亮相。外媒对空警600也是议论纷纷。有报道称，空警600是继美军之后第2个舰载固定翼预警机，在其服役之后，
中国海军将是世界上第3个拥有固定翼舰载预警机的海军。由于美军的1-2鹰眼预警机服役多年，很多外国军事分析人士都认为，除非美国在短时间内能够研制出更加先进的预警机，不然空警600服役以后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载预警机。还有专家指出，其实空警600是为电磁弹射航母专门定制的一款舰载机，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第3艘国产航母很可能是电磁弹射。毕竟，从目前的研制进度来看，空警600配备003航母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中国海军从一支默默无闻的海军发展成为如今的世界一流海军，对于空警600国产航母、05万吨大驱等先进武器装备，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可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全都有了。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先进的飞机和舰船相继面世。我相信陆军院士基于美国的说法，说出来的领先美国2代的说法是出于调侃性质的。毕竟中国人不是喜欢吹牛的人，就算真的超越美国2代，我们也不会拿出来吹嘘的。在很多领域，我们已经超越美国了，但是我们不会骄傲。未来我相信中国将会在更多的领域把美国甩在身后。近些年来，无人机已经成为了中国在军事领域最为领先的领域。中国在无人机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美国和加拿大使用的近80%的无人机由中国大疆公司制造。近日，中国正在加强西藏与新疆地区的无人机基础设施，包括翼龙、利剑在内的多款无人机现身高原地区，甚至还有未公布名称的新型无人机也出现在高原机场。法国媒体引用了一张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了西部机场大量的中国无人机，包括一架未见过的黑色三角形无人机。法国媒体称，这款无人机在2018年就已经出现，可能是一架高超音速无人机。这架无人驾驶飞机长约 12.1 米，翼展 5.6 米。翼龙无人机是中国空军现役的主力无人机。翼龙系列无人机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下属的成都飞机设计研究院开发，专门用于监视和空中侦察任务。翼龙2是一款中型无人机，长约9米，高 2.7 米，翼展14米，常规起飞重量为1100公斤，最大载荷200公斤。另一款现身的无人机是利剑，中国军队将其命名为 GJ11。GJ11 是一种类似于美国海军 X-47B 的隐形无人机，采用了标准的飞翼式设计，其外形光滑，具备良好的隐身性能。除了侦察功能外，还能在内部弹舱携带2枚1000公斤级的弹药，并可以使用其卫星数据链在中国本土以外的地区进行远程作战。有报道称，中国海军有兴趣为航空母舰采购利剑无人机，以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由于隐身能力的存在，印度可能直到飞机飞过头顶都不知道已经被偷窥。2019年10月，中国在国庆阅兵式上正式展示了 WZ8 高速侦察无人机。WZ8 是一种高射、高速、高空无人机。从外形来看，它就像一个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WZ8 的形状像一把带小翅膀的匕首，能够以高超音速飞行，并具有隐身能力。WZ8 无人机可以从轰炸机或运输船上发射。为此，中国改进了一大批轰6轰炸机，用于投放 WZ8。与卫星等其他平台相比， WZ8 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以可控的方式有效地实时收集情报。它可以快速侦察对手，引导己方远程火力进行打击，令对手没有时间躲避。WZ8 采用火箭动力，所以它有可能爬升到极端高度，甚至接近低太空边缘。然后它可以利用它获得的速度和高度，继续沿准导弹轨迹飞行，然后在更稠密的空气中滑翔着陆。印度深知中国在无人机领域的优势，因此忧心忡忡。因为曾经参加过多次空对地作战的印度空军深知情报的重要性，在卡吉尔冲突中，正是依靠不间断的空中侦察，印度空军才能有效地轰炸巴基斯坦目标，并最终赢得战争胜利。中国无人机的优势会使得中国可以实时掌握战场信息，取得单向的透明权。中国空军可以使用隐身无人机、高速无人机快速侦察对手，然后引导远程火箭炮进行攻击，打一场不接触战役。高原地区缺少植被庇护，兵力调动在空中可谓一目了然。印度也想获得高性能无人机，然而美国人开出的价格高到吓人，印度只能采购以色列的苍鹭无人机作为应对。然而苍鹭无人机的性能早已落伍，很容易被防空火炮击落，这也是缺乏自研能力的印度必须吞下的苦果。近年来，美国察觉到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美国认为中国就是自己在全球行使霸权的最大绊脚石，因此对中国一直怀恨在心。但是美国一向内心狡诈，不但自己要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打压，还会拉拢一些盟国来为自己出头，站在身后从中获利。感到可笑的是，一些西方国家却看不出美国的内心险恶，还心甘情愿地为美国卖命。这种愚蠢的行为可谓是被别人卖了，还在帮着数钱。
随着美国对澳大利亚政府的煽风点火，澳大利亚近几年不断对中国市场进行制裁和打压，加大了对中国的钢铁及其他化工产品的关税，致使澳大利亚失去了中国更多的贸易市场。但是如今却发现，在旁边怂恿的美国，原来只是站在澳大利亚的身上获取利益，一度收割中国市场。据相关数据分析显示，中国对澳大利亚加收商品的处罚性关税之后，美国很快就占据了澳大利亚空出来的市场。2021年上半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总额将近达到了750亿美元，同去年贸易额相比增加了60%左右。而主要的进口商品则是葡萄酒、牛肉、木材、煤炭等。这些商品正是中国原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商品，并且今年3月份，美国出口中国的牛肉和葡萄酒突破了历史新高。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只是把澳大利亚当枪使，并不是真正为了澳大利亚政府着想。2022年上半年，中美贸易的总额和贸易商品足以显示美国其实是在戏耍澳大利亚，但他们却全然不知，美国怂恿澳大利亚来对付中国，自己却在收割中国市场，致使中澳两国发生贸易争端，自己却在渔翁得利，成了最大赢家。对美国来说，国家的利益尤为重要。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原因在于他们时刻把利益摆在首位，嘴上挂着友好交流，去和盟国谈合作，心里却想着怎么从中吸食利益。可笑的是，美国的其他盟国大多数只是对美国随声附和，看美国颜色行事，但是澳大利亚却动了真格，还扬言准备更多的手段来针对中国。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近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中国如今拥有强大的贸易市场，中方致力于同世界合作，构建世界开放性经济体系。但是有一些国家却不明白别人的内心丑恶，甘愿给人当枪使，与中国作对，最后却发现害了自己，让民众和国家企业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买单，这就是他们同中国作对的下场。美国是一个很现实的国家，时刻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他们只会尊重强大的国家，不会重视那些甘愿为自己效力的奴隶。所以还请个别西方国家看清局势，与中国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如果迟迟不能从梦中清醒，那就绝对会被现实打上一个响亮的耳光。